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病？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药方被这些利益集团锁起来了。他作为那么大的一个医药集团，有很大的保险柜，全都是他从各地，包括大专院校，包括医疗机构收买过来的药方，而且各种各样有效的药方他都有啊，整个的跟我展示了他做的努力啊。然后后来我说那既然这样，我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慢性病治不了的，要长期服药的，对吧？他说曹总，好药可不是好商品呀。天哪，这句话听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其实就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心里就特别的不开心，但是我还压住我的火哈，我说那请教一下您，什么是好商品呢？他说那种一吃就好，一不吃就坏的药才叫好商品。不做道德批判，不去情绪宣泄，有些人只能用淡人来理解，并且这种人越来越多。淡人是什么人？淡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真正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它既不是淡泊名利的淡，也不是粗茶淡饭的淡，更不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淡。怎么说呢？俗话说品人如品酒，有喜欢品酒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调性的意味。调性决定了酒的总体印象，而调性的优劣取决于一项重要的指标，平衡性，也就是风味、酸度、单宁、酒精、糖分等方面是否和谐，不突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用品，老远就能闻到酒精勾兑的味道。调性层次单一，类似单宁、酒精、糖分等组成调性的原材料种类缺乏，或者过度夸张，甚至关系混乱。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甚至亲眼见到交通事故现场路人冷眼离去，医生无辜被病人家属殴打，健身房卷走会员会费跑路，高管将痴呆母亲遗弃医院，冒充病童家长骗捐款，女孩未让座遭老人掌掴，护工用拖鞋抽打失能老人。我们不由会问，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些人怎么了？聪明的小伙伴们这时候肯定会说，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淡人？没错，但是真正躺平的人，想象力缺乏的人，勇气丧失的人，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的人，都属于淡人，只是淡的程度不同而已。大家好，我是能量块调度员，今天给大家带来淡人这个适配当下认知的概念。淡人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活力和活力紊乱之人，就像劣质酒一样，调性恶劣。在诸如物质、道德、审美、价值观等等，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多个层面，缺乏原材料供给和匹配。这些人因为缺乏活力和能量，才在道德水平、职业操守、社会信用等层面上出现异象。当然，原因不只是单个的人，一方面是人变了，另一方面是环境变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的专门化，上学要分科分专业，上班要分岗分职业，公司要分行分领域，专门化导致人的场域的不完整，成为工业时代流程的一环，成为社会运转大机器的零件。相应的，虽然工业效率大大提升，但处理社会关系越来越繁琐冗余，小到个体之间，大到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国家之间，大家应对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和压力越来越多，淡人也就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只用自私无德来认识这些异象，显然难以理解其背后的原因，更不会明白为什么淡人和异象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再回顾一下马斯洛层级需求理论。从低到高，人的需求可以简单概括为5种，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5种层级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5种需求不是首先满足低层级的需求，再去满足更高层级的需求，而是依据不同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有人富有亿万，却举止粗鲁，道德低下，这样的人更高需求的通路完全闭合，低层级的物质供给又过度，即所谓的暴发户。有的人甚至饭没吃饱就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和理想，最终各个层级的需求被均衡供给，成为所谓的精英。可以说现实情况非常复杂，困在越低层次的人越可能成为淡人，打通的需求层次越高，能量级别就越高，调性就越好。比如说一个人跳进湍急的河流，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落水儿童，从表面看似乎是舍己救人，其实是成就自己，是成己救人。落水儿童的危难并不是自己的危难，他之所以救人，不是因为无私，而是有我。救人就是要满足自己更高的精神需求，而这一需求是较活命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样我们在社会道德层面会看到一个好人，而所谓好人，用更底层的逻辑来看，就是打通更高需求层级的人。淡人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结构层级上出现各种类似营养不良、过度或混乱的情况，从而导致活力出现问题的人。要强调的是，淡人虽然和在社会层面上我们看到的各种乱象和异象有关，但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无法解释一个伴随而来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好人越来越少，而淡人越来越多。这还是要提起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开启了高效的以消耗人为代价的效率至上的运作世界的效率机器。消耗人，更准确地说是消耗个体依靠自己完善和成长的潜力以及可能性。个体越来越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依托到或者说外包到公司、团体、国家甚至世界，而全球异化的趋势让微观个体与宏观世界直接相通。但外包对象并不总能很好地兑现外包任务，却擅长更快地消耗人。比如川普一加税，中国珠三角洲地区某一个工人就会失业，这种不对等导致效率机器效率越高，个体生存压力就越大。前面谈到马斯洛层级需求理论时说到，并非必须首先满足低层级的需求，才可以再去满足更高层级的需求。但是在基础物质满足个体生存十分困难的时候，个体打通高层级需求的概率就会变低。换句话说，就是随着时间推进，必定好人变少，淡人变多。有些类似平常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反面情形。与之矛盾的是，现代文明又更加高度依赖复杂的人类协作，淡人越多，效率机器越无法运作，又不得不勉强运作，就会乱象丛生。但是人类依赖以前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不可能摆脱这一灰犀牛式的困境。每一个人都在拼了命寻求自身的各种需求，但生活和发展却越来越艰难。所以 L 应用开始普及时，就有人说 L 是魔鬼的筋膜， L 代替了人， L 夺走了人的工作， L 加剧了阶层贫富分化， L 甚至替代人思考， L 会毁掉人类。但调度员要说 L 是上帝的礼物，因为它所带来的范式转换就可以避免这头灰犀牛的到来。但前提是人类必须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极有可能陷入诸如降本增效等误区而错失机遇，进而导致人类灭亡也不是不可能。减少自己周围的淡人，可以点赞这个视频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避免自己淡化。更多了解L时代的政治和生活，请订阅持续关注本频道，和调度员一起探索硅基世界的迷雾，同步最新资讯，持续提高过好我们这一生的概率，让我们拥有更完整的自己，对得起我们成为人的这一生。